大家好，我是阿潮。我平时爱追星，爱逛夜市，爱跨年那种超级热闹的仪式感。2025年的最后一天，我又像往年一样，早早跑到台北的市政府广场，挤在人山人海里，等着101大楼放那6分钟的超级烟火。你知道吗？今年台北跨年主题是点亮希望，闪耀未来，整整360秒，16000多发烟火，加上玩具总动员的光雕秀，现场几万人一起尖叫倒数，那感觉，哎呀，简直爽翻天！烟火一炸开，整个信义区都亮了。我跟朋友抱在一起喊新年快乐，手机拍到没电，回家累到脚都酸了。结果呢，跨完年我窝在床上刷手机，本来想看大陆朋友的跨年动态，结果一滑朋友圈，我整个人傻眼了。广州塔只有灯光，没有倒计时。上海外滩和往常一样，大家自己喊5、4、3、2、1。苏州湾烟花直接泡汤，西安钟楼周边封得死死的，从下午5点就只出不进。杭州、青岛、南京那些平时超热闹的地方，全是空荡荡的街道，大批警察手拉手站成一排，像防什么大事一样。网友发照片，南京的孙中山铜像下面冷清的像鬼城。我当时就卧靠了一声，这啥情况啊？同样是华人，同样爱热闹，为什么我们台北挤到爆，高雄梦时代也唱嗨唱到凌晨，韩国首尔普信阁照样敲钟，新加坡逼海湾烟花照放，日本涩谷人挤人，但秩序井然，大陆怎么就突然却按暂停键了呢？我大陆的朋友说，这是害怕人多出事。我第一反应超级不爽，吐槽一句，这也太怕出事了吧，把大家当小孩子管啊。我们台北也万人挤啊，也没见取消啊。年轻人就想跨个年，放个烟火，喊个倒数，释放一下压力，有那么难吗？我在评论区看到大陆网友说，又冷清了一年，只能在家看电视跨年，我都替他们憋屈。嗨，你说气不气人？但我刷着刷着，越看越不对劲，心想不能光吐槽，得搞清楚到底为啥。毕竟我经常往返两岸，也有很多大陆朋友，平时聊起来，他们也挺无奈的。我就翻新闻，看网友吐槽。说实话，一开始我挺生气的，后来懂了点，又觉得心酸。事情没那么简单，不是单纯过度保护或怕麻烦，背后一堆现实问题，层层叠叠，像包洋葱一样，越包越扎心。先说最表面的，大家都觉得跨年仪式临时取消，是这也害怕，那也害怕，是把民众当小孩子，呵护过度。这点我一开始超级有共鸣。我们年轻人又不是3岁小孩子，我们知道排队，知道别推挤，知道看烟火别乱跑。台北101每年总量管制8万人，24个入口分流，地铁延时到凌晨，出租车6000辆待命，我们不也玩得开开心心？新加坡逼海湾人满为患，他们就封路，用无人机监控，只出不进，还不是照样放烟花？日本涩谷更狠。2022年韩国梨泰院那场万圣节踩踏159人死后，他们直接学教训，所有路口铁马封死，只留单向通道，警察实时监控人流密度，满了就关门。但人家民众配合度高，跨年照样热闹啊。大陆为啥不行？很多人说塔出事，对，塔出事是真，但这怕不是随便怕，确实是有血的教训的。你们还记得2014年上海外滩跨年踩踏吗？那天晚上，诚义广场台阶上人流对冲，有人摔倒，拉都拉不起来，23点35分就开始乱了，最后36人死，49人伤，其中还有一个台湾女生，周姓的，她只是去大陆出差，人就这么没了。我还记得当时看新闻，爸妈还感叹真悲惨。那以后，大陆对大型活动就有了紧箍咒，零事故成了铁指标。一出事，地方官员直接被问责，仕途可能就没了。你们想想，换你当领导，手下几百万人口的城市，跨年的人有10几20万，出点事你担得起吗？所以很多城市干脆不办就不错，取消官方活动，派出大批警察守着，宁可冷清，也不赌大1/1000的风险。我在这里真要吐槽一句，这问责机制也太狠了吧。那官员肯定要先保护自己的乌纱帽，谁还管民众是不是会牺牲仪式感啊？生命确实最重要。
韩国梨泰院159死，日本明石步行桥以前也死过11人，他们现在管得那么严，不也是因为吃过亏？只是大陆这怕却被放大成了一刀切。再讲深一亿层，就是成本和能力的问题。你们以为办个跨年简单吗？放烟火，请明星，管人流，后台要花多少钱啊？以前网上有报道说，南京跨年投2万多警力护航，128场活动零事故，但今年2025跨年夜，南京也冷清了，警察手拉手站街头，没啥大型活动。为什么？钱紧备。现在经济压力大，地方财政赤字，办一场热热闹闹的跨年得砸多少钱啊？警力、医疗、应急、交通全得上。很多城市想省钱，仪式就直接取消了。再有可能就是精细化管理经验不够。台北，我们靠总量管制加一警一交，分摊压力。新加坡预约制加网格化，把人分成小块。日本单向流动加，彻底封路。大陆呢？人口密度太恐怖了。成都太古里、重庆解放碑、北京三里屯，随便一个商圈跨年人流就爆表，瞬时密度世界级。开放式活动不下奥运封闭管理，短时间高密度，管不好就乱套。很多城市没常态化经验，突然办这种大规模仪式，怕管不住，所以干脆不办。说到这里，我还得吐槽一个很多人避不开的话题，就是规则意识。为什么大陆人就那么难管？因为很多人不爱排队，爱加塞，爱抢。你去地铁高峰看看，推推挤挤，景区人多，乱窜拍照。不是说所有人都这样，年轻一代好多了，高铁上的年轻人也安静得很，疫情时戴口罩排队也超自觉。但整体呢？不守规则，不为别人着想的现象还是很严重。这不是说中国人天生没素质，真的不是。你看新加坡，75%是华人，却排队排到出名，乱扔垃圾罚1000新币，从小教育加严管就守规矩了。大陆为啥弱？历史原因呗。以前穷，资源少，抢先吃饱是生存本能。改革开放后，快速城市化，几亿人从农村进城，不好的习惯带进来，新规则没跟上，执法力度松，规则虽然制定了，但人情社会执行起来超难。再加上大家有法不责众的意识，走到哪里都感觉只要人多就不算犯规，过马路不看红绿灯，排队可以随便挤，总有不抢就亏了的心态。我以前去上海玩，外滩的人数量多到走不动，有人不排队，直接从我旁边挤过去，我当时超火大，心想干嘛啊？但后来想想，我们台北人多时，也有人推挤和插队，只是我们管制好，一教叔叔阿姨一吼，大家就乖了。其实大陆也在进步，信用系统上线，年轻人出国见识多，回来也把规则意识带给身边人。疫情那几年，排队买菜戴口罩，大陆做得比很多国家好。这说明不是不会守，是环境和习惯在变，未来肯定更好。最后一个原因，最扎心的就是民众需求和治理思维的错位。我们这一世代想要的不只是平安过年，我们要仪式感，要烟花，要倒数，要跟朋友抱在一起，大喊新年快乐的那种情绪价值。我们愿意提前排队，配合安检，就想发个朋友圈说我跨年超开心。但有些城市还停在保姆式思维，觉得你们别聚集，回家看电视最安全。这不仅是不信任我们，还是没有完全跟上时代的需求啊。我大陆朋友跟我说，我们也想热闹啊，但一想万一出事呢，更惨。是啊，经济不好，失业压力大，跨年这种非必要的活动就先牺牲了。加上现在环境敏感，大型聚集容易被放大，政府干脆防着点。说实话，我从一开始的气愤到最后有点心疼。两岸民众其实都一样，都想热热闹闹迎新年。大陆这波暂停，不是没能力，也不是不爱热闹，其实就是什么都想要的充分表现。又想要安全，又想要省钱，又害怕问责，所以最后做什么都不能放开手脚了。其实民众的诉求很简单，就是想开开心心跨年，怎么连这种最基本的情绪价值都不给满足呢？作为一个出生在大陆的台湾小子，
我特别希望两岸都能多点烟火气。明年2026跨年，如果大陆能恢复大型跨年活动，我绝对飞过去和朋友一起喊倒数。毕竟新年嘛，就是要热闹，要希望啊。你们呢？觉得大陆跨年冷清是过度保护太离谱，还是官员怕被问责才临时选择的一刀切？如果明年放开了，你们敢去现场一起挤吗？评论区告诉我吧。今天就聊这么多吧，我们下次再见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